那么为了验证这个情况呢，我拿这个尖嘴钳呢钳开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呀。那么我确实发现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可以动，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导引这个 pin 呢往这个底座坐着的时候呢，这个 pin 呢被压回去了，从而呢220伏的电呢不能通过。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 DIY 视频啊，大家可以看出来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电的开水壶。这个玩意儿呢每家都有，那么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在维修之前，当蒸汽产生以后，这边上啊有一个导管，那么这个导管呢就把这个蒸汽呢就会传导到一个蒸汽的温度压力传感器。那么这个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呢，它实际上啊就是一个金属的弹片，当这个蒸汽通过这个弹片的时候，这个弹片呢受热呢会跳起来，就附带边上的一个杠杆原理呢，把这个电源呢给切断了。我们今天这个开水壶啊，我们先来看看插上电源，看看它的问题所在。我们这呢水已经装上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接上，那么我们把这个电源打开。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仔细的听呢，没有任何的声响，显然呢这个部分呢有问题。而当我把这个壶拿开的时候呢，这个开关呢又是非常的良好，所以我们首先呢要测一下它的这个电压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交流电呢已经可以送进来，所以说这个底座呢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问题呢，我们把现在电源关上。那么问题呢显然是就在这个开水壶里面。那么不同的开水壶的结构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开水壶呢，可以看到底下有3颗特殊的螺丝，那么在这边上呢有2个把手，上面呢也有2颗。我们现在呢把它打开。那么首先呢，我先打开这个普通的这个飞利浦螺丝。我们一般来讲呢，很少有家庭呢有这样的三角形起子。那么一种变通的方法呢，我们就用这个小一点的这个一字起啊，然后固定在三角形的这个一边，然后我们这样呢也能变通的把这个螺钉呢给它拧开。好了，这些螺钉拧开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就把它打开了。那么经过仔细的观察以后呢，发现呢这个开关这个部分呢是用螺丝连接的，所以很多时候在拆卸的时候，观察力啊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那么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底座啊，这个盖啊，就是卡在这个电源开关里面，可能不一定能打开。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只要把它调整一个位置啊，把它底部的电路暴露出来就可以了。当打开电路了以后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下面就是观察。我们看到这个电阻丝呢从这儿进来了以后啊，这是白色的呢，这个是电源上面的红色的开关。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个温度传感器呢，就是这个金属弹片呢，水开的时候，整个这个把手呢都是蒸汽的导管，把这个气啊熏进来，熏进来了之后直接接触到这个弹片。当它弹片发生微小的变化的时候，整个这个杠杆呢就弹开，电源就断开了。其实这个电开水壶的原理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然后下面需要检查的呢就是这些弹片的触点，这些弹片的触点呢看上去也是接触的良好。那么最后一个值得观察的地方呢，那么就是这个和电源底座啊接触的地方。我们知道这是外环进来了以后，那么中间呢有一个内环。那么我突然发现呢，中间的这个导引的这个 pin 呢，似乎给大家看下细节，似乎这个塑料啊有点问题。那么为了验证这个情况呢，我拿这个尖嘴钳呢钳开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呀。那么我确实发现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可以动，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导引这个 pin 呢往这个底座坐着的时候呢，这个 pin 呢被压回去了，从而呢220伏的电呢不能通过。那么现在下面的问题呢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去修中间的这个 pin。那么显然为了修中间的这个 pin 呢，我们必须把整个这个 thermostat 弹片电路啊给它卸开。打开了以后啊，我们发现这个弹片呢都是焊死在这个电热丝上面的。因为我们不想再断开这个电路，那么就必须呢要轻轻的把它呀弯曲。我们不弯曲的话呢是没法看到这个里面的。好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呢打开了。
我们仍然呢不能看到中间的这个 pin 的状况，所以为了进一步的能接触到中间这个 pin， 我们在这边上呢还发现了有3个卡口，这3个卡口啊，我们需要用这个小起子呢把它也打开。3个这个弹片呢，它不断的把它卡死了，并且在这个基部呢，它呀把这个铁呀把它卡在了这儿。我们这个时候可能还得要用一个小起子呢，看看能不能把它呢这个卡口给它松开。现在看来这个卡口呢非常的坚硬呢，很多时候这种是一次性的封装，所以呢我在这个时候啊就用这个尖嘴钳呢把这个卡口的一个角啊给它搞断了。那么稍微的有一些破坏性的这个，因为像这种工业型的这种封装呢，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呢并不希望你啊对它进行维修。好了，这个时候啊它们都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呢，我们瞧瞧呢，我们能不能把它啊从这里拆下来，还是不能打开。那么进一步的我们反转过来，好家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儿啊上面还有2个，一边2个钩子，4个钩子，还有我们还得把这个钩子啊给它搞开。好了，我们用一个小钳子呢把它钳开，我估计呢应该可以打开了，已经松动了。好的，打开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金属件就露出来了。那么所以现在估计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当时在生产这个零件的时候啊，这个中间的这个 pin 呢，它其实不是完全的垂直。那么随着时间的久远，那么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可能就往上啊底座上面插，最后呢就导致这个东西呢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它再也不能回到它原始的位置，成这个状态。我们这个时候要想办法呢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呢，那么应该就把它修好了。那么既然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坏了呢，我们就彻底呢把它拔出来看一看，这个弹片呢是不是需要维护一下。那么我们从这一面看，这个金属弹片呢稍微有一点呢发黑，关系呢应该和这边的情况差不多，不是太大。我们稍微拿这个锉刀啊给它维护一下。那么我使用这个小锉刀呢，把这个触点呢打磨了一下。那么同样呢，这个触点呢也稍微的打磨一下。那么一切看上去呢就是还原成原来的状态。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导电的这个 pin 呢，那么我也给它呀插的比较圆滑，那么这样在它做下去的时候呢，它呀不会发生太多的这个位置偏差。那么现在我可以想到的维修的方法呢，就是这个电橡胶这个部分呢，我用这个电烙铁呢把这个它的基部啊给它抹匀了，看能不能把它呀封死在这个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电烙铁的温度呢已经上来了，我来这儿呢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通过把它周围的这个橡胶啊，你看把它融化，那么这样呢把这块铁皮呢给它封好。那么现在这个小手术呢做完了，我呢前面上面呢推了一下，居然发现呢你看还能承受不少的力量，所以呢这个修法呢估计是好了。那么大家可以看看细节呢，周围的绝缘橡胶进行融化，从而把这个东西呢重新封死回去。这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表面的这个 pin 呢，那么似乎呢是还行。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电热壶啊装回去，试试看看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个温度传感器这个部分呢就基本上就完全的还原了。那么这个时候为了验证一下呢，我们把这个打到欧姆档啊，我们先测一下直接的这个欧姆数，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16欧姆的样子。那么模拟呢这个时候啊这个电源打开，
我们这个时候呢，再测一下中间，我刚才不是修好了这两头吗？我们看一下这个电阻数啊，是不是良好？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呢也是很好。那么就说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放了插座的时候呢，那么它肯定是呈导通状态。好了，我们这个时候呢，把最后一个螺丝呢也拧上了。那么这个开水壶呢，似乎呢就一切都还原了。我们下面呢来对它呀进行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测试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电水壶的弱点呢就是中间这根针呢，所以放上去的时候呢轻一点，我们轻轻的放上去，然后呢打开，呀，可以看这个灯呢已经亮了。大家可以看一会儿呢，这个壶啊，这个水啊就开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蒸汽呢，就应该通过这个导管呢，进入下面的这个温度控制器。好，温度控制器呢，把这个杠杆打开了，电水壶呢就切断了电源。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一切维修呢都非常的良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电热水壶维修的这个 DIY 视频啊。电热水壶呢非常的常用，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出现了以后呢，不妨把它打开啊，自己检查一下里面的电路原理呢，其实还是非常的简单。如果是一些小毛病，大家可以通过观察呢，能自己维修。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 DIY 视频，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